向左向右都是牢笼，分不清对与错。你是否就站在我身后，感受我的感受？无论我如何做，如何冲破这无尽的折磨，可是分岔路那么多，你是否也期待着我用重逢解开一切枷锁？想要和你寻找出口，逃出这迷宫。你说微风吹过那时，你在想我，惦念着你的温柔，一瞬就足够，想一生厮守。那贴的什么呀？啊，那都是官府贴的一些告示，他们都是些坏人。你看那儿也贴着呢。啊？做人以后你出门可一定要学会。哎，大家看看吧，好看。哎，我想吃这个。现包的馄饨。早起变赶路，肚子饿。来碗馄饨呀！这有啥好吃的呀？我们去武定城最好吃的聚源楼，走。啊，我好啦，走吧。怎么了，一心？我饿的实在走不动了，让我歇会儿吧。我可不想当百花门第一个被饿死的弟子，太丢脸了。可是我们也没带钱啊。那怎么办？想办法赚点钱。你会赚钱？哎，要不然我们假装乞丐沿街乞讨？不要。要不然我们当街卖艺讨些赏钱？更不要。那你说怎么办啊？哎，一心，你想不想去个好玩的地方？我只想吃东西。哎呀，来吧，走。慢走，有空常来啊。这个呀。东家，银城鸾那边来信了。给尹成鸾传信，保住赵醒木，计划不变。是。大师姐，你大病刚痊愈，这外面风寒，也不急于这一时啊。这次回燕山，想必赵大哥的处境也是极为困难的。我帮不了他什么，站在这等，也算是陪着他了。好，
那我陪你一起的。师傅，二位师伯，大师兄心意已决，此事定无回转可能。不如让我成全他。师傅，那也不能让他这么跪着呀。任他武功再高，那也是肉体凡胎。再这么熬下去，怕是撑不住的。我让他跪了吗？人家是燕山派大长老，就没把我们几个老头子放在眼里。若是想走，那走便是了。还要通过我们吗？哼！正因为他是燕山派大弟子、大长老，他才没有一走了之。大师兄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，那否则岂不成了江湖笑柄？我想他正是顾及门派的脸面。脸面？江湖皆知我燕山和百花世代不来往。他入赘了，我燕山派就有脸面了吗？就不会被沦为笑柄了吗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何为笑耳？两派掌门终成眷属，传为美谈。有这样的陈规，才是最大的笑话了。住口！
他这就是在逼我们。你要那么想跟岳清秋成婚，便得求你师祖吧。此事我已禀告师祖。师父怎么说？他说他不想管。他倒是会推。你们倒是也说说，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可有把我们这些师门长辈们放在眼里？老三，他师父也不在，怎么管？怎么管？那我们也是太长老啊，也太没规矩了。哼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看邢牧啊，跟那个岳清秋可谓郎才女貌。邢牧是咱们燕山派的大长老，那个岳清秋是百花门的掌门，也算是门当户对呀。能成为一家人，咱们做长辈的理应祝贺才是啊，对吧？哈哈。要不你做主？还是你来啊！你来，你来。要么你做主？话都说得挺漂亮，让你们做主的时候，这么都哑了？我来做主。老五，各位师兄，首先我声明，我绝非偏袒邢牧。但如果邢牧就这样被逐出师门，那将是我燕山派巨大的损失。门派的兴旺，要靠他们这一辈。文有玉郎，武有邢牧，文武皆备，才是兴旺之象。但如因此事逼得邢牧自逐师门，那将得不偿失啊！所以保住邢牧，就是保住我燕山派未来几十年的希望啊！难道真要看我四师兄的悲剧重现吗？请师父成全大师兄。请太长老成全大师兄。一群混账，都滚出去！还不快快将他二人扶起来！我三哥，这是松口了。太好了！快起来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就别较劲了。对啊，几位太长老都同意了。是啊，大师兄，我扶你起来。对啊，来。动不了。啊？是。两位师弟可否替我做件事？大师兄，请吩咐。
是这里吗？真不错啊！这一片都是黑狗叔的。哦，不愧是武林盟主。黑狗叔，入赘，他敢！我最近要见一下赵金木，你去安排一下。是。师祖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师祖吗？怎么没有？师祖，您是魏戚心中的太阳，徒孙时时刻刻都把您的光辉事迹铭记于心。若是有外人说您半句不好，我定斩不饶。那你走什么？说吧，是你的主意还是一心的主意？是我带他走的。我不是还给你写信了吗？你那也叫信？啊？那你不是看懂了吗？哼，蠢材！一场雨下来，你给鬼看啊！我把下雨这茬给忘了。滚一边去！一心，来坐。哦。师祖，一心，老夫本想收你入门，但未曾想给你带来如此大的困扰，吓着你了吧？能得到师祖的青睐是一心的造化，可是近日一心刚得到了祖师婆婆的传承，还未细心揣摩修炼，所以师祖要怪就怪一心不识好歹，莫要再怪他了。你这丫头，心地纯善，资质绝佳，若能传承金飞花的绝学，他日必然前途不可限量。如此这样吧，老夫与你打个商量，不收你入门，只传你一套功法。学成后，你替老夫做件事，便算偿还传功之恩。如何？啊，这师祖，您这是担心功法失传吗？老夫有一套自创的寒冰功法，一学一练，威力奇大。那你为何不传给我，你的嫡亲徒孙？你这偏心眼儿都偏到百花门去了。你个孽徒，你还敢说老夫偏心眼儿？你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啊？你那心眼倒是长得不偏，正正当当长在百花门了。师祖，那我可以学一学吗？你们若能学，老夫早就传授了。只可惜这寒冰功法对资质的要求极高，非寒冰灵体不能学。哎，大师兄也不行吗？他五行属木。那我五行属啥呀？你属魂，不在五行中。哦。寒冰灵体，老夫活了100多年都没见到过。本想这套功法终将后继无人，带入棺材陪葬，却没成想，一心修炼幻花神功出了岔子，倒给老夫看到了希望。一心受之有愧，无以回报。师祖，您有任何差遣，一心定然全力以赴。报恩先不急，从明日起，老夫先传你口诀，你先学会心法再说。是，师祖。哎，玉叔、贤侄、贤侄女，饭做好了，我给你们包的呀，荤素2种馅的大馄饨。你都同意了，还板这个脸干嘛呀？不然呢？还要我对他笑吗？反正师傅不在，
他赵兴木也没把我们放在眼里，想如何便如何呗。你可别忘了，是你宝贝徒弟当了掌门之后，下令不进两派来往的。那也不能当我们不存在。哼！哎呀，算了，三弟，此事你不都已经默许了吗？一会儿邢木可就来了，你可莫再扫兴了啊！三位，师伯，醒木，你来了。此番叫你来，是我们想与你谈你的婚事。三师伯可是反悔了？拿着，莫亏待了人家。这好。真行啊！谢谢三师伯。醒木，来，这是你大师伯的一份心意，莫嫌少啊！多谢大师伯。拿着，成亲得花不少钱，抓紧下山去采买置办吧。二师伯，这怎么好意思嘛？看，哎呀，好了，赶紧去吧。多谢三位师伯。老三，这事儿你做的可不地道啊！老三，喊得最凶的是你，转得最快的也是你，给钱给的最多的还是你。哎呀，幸亏我们哥俩提前备下，要不然呢，就被你搁这儿了。我们留了一手。不然呢？还能怎么办？办完之后迅速回来，大家可都等着呢。是，好。大家动作都快点啊！好嘞。就送到这儿吧，我们进城置办采买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且再送一程吧。没看到她们姐妹俩难舍难分吗？你有话就直说。哎呀，没想到你对青丘还真是豁得出去啊！此心不移。谁问你移不移了？我意思是，没想到我顾玉郎那么聪明，居然让你走在了我前面。那要不我先把你送走？不必了。对了，待你成亲之日，我给你送一份大礼。
没必要。有必要。你连掌门都让给我了，不是你也会是别人。我不是做掌门的料。是，你是做情痴的料。用情至深，此心不移。还有啊，你成亲之后，你依旧是燕山派的大长老，不得懈怠。当然，招某会用毕生守护整个燕山，此心不移。我发觉你词不多呀，又要守山，又要守人，你到底有几颗心啊？要你管。云龙，师姐要嫁人了。嫁人了，你也是百花门的掌门，你依然住你的房舍啊。也是。这是菜谱。成亲之后，你便是别人家的媳妇儿了。再加上你出身于江湖，难免不懂一些为妻之道。为了避免露怯，你一定要仔细研读啊。招大哥很疼我的，他疼你是他的事。你要学着做一个好妻子，知道吗？成亲之前，你们靠的是感情；成亲之后，便要靠默契过日子了。这么复杂的吗？你一定要切记，成亲之后，你虽然还是月清秋，但也不仅仅是月清秋。那我是谁啊？你是朝行木的妻子，这是一个新的身份，你可要尽快的适应啊。我记住了。不过呢，也不打紧，暂时适应不了，你不是还有玲珑吗？谢谢你，玲珑。请回吧。青秋，咱们抓点紧，今日争取赶到武定城，明日采买，后日返回。见过武师叔。见过。你也随着邢木叫我武师叔吧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。是，武师叔。武师叔，你是特意在此等候我们的吗？对呀，你们要成亲了，师叔也没备什么礼物。此次你二人到武定城采买，路过燕山派经营的铺子，喜欢什么自取便是了，都记在师叔的账上。哎，还有啊，青秋难得进城，不必急着回，晚了便住下。这武定城最好的客栈啊，就是聚源楼，我在那儿常年包了上房，你们可以去投宿，不必客气啊。多谢武师叔。好，先去吧，一路平安。走。
啊！幻花神功果然神奇，我已经感觉到我的经脉有些灼热之感。是挺神奇的。不过你打得好丑啊！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啊，你师祖这辈子定了这么多条门规禁令，到头来被你们这些徒孙给毁得一干二净。可是为何他不曾恼怒？你很好奇？你不好奇啊？我知道缘由。其实我师祖是从未真正看重门规的。那他为何制定这么多条条框框啊？上上辈的恩怨，我们谁都没亲眼见过，便不去说他了。但只看我师祖定下的100多条门规，清一色全是约束岩山派的，没有一条是针对百花门的。是啊，那他为何如此呢？师祖怕是心中有愧吧？莫非？据说2位师祖当年感情很好的，但也是碍于创派祖师的恩怨，没法在一起。当年那场大战，害得2派差点灭门，所以他才制定了这么多条门规。为的就是不希望2派后代厮杀不停。但是他没想到，出了大师兄还有小师弟这样的奇才。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聊这个，来，饮饮茶，赏赏风景。蛇！蛇！云龙！蛇！救命！别动！别动！没事，云龙，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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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没事。你说的蛇是他吗？不是蛇，我弄看错了。哎，不过你怎么下来了？我看你下来了，我便下来了。我原本以为你不胜武力，
又深谙明哲保身之道，未曾想，还蛮有勇气的。那也要看是谁。若是别人，我顶多给他递根树枝。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，你这花花公子的样子，还是挺唬人的。原本以为你会是个风月老手。我可是正人君子，你莫要瞎说。对，知道了。虽然我比你熟悉水性，不过看你入水相救，我还是挺感动的。早些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心里总是防着你，想着你这么多鬼主意，说不定何时就坑我一次。可后来我发现，你也就是嘴上爱占些便宜，其实心里还是挺善良的。你都不知道，大师姐恋上招大哥之后啊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再也不像以前那副傻呆呆的样子。辗转之下，我竟然想到了你，嬉皮笑脸，自命风流，却偏又智谋百出。大师姐恋上招大哥的时候，也是这般样子吧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醒醒！你怎么了，顾一郎？顾一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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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走啊，常来啊！前面放哎，客官您吃好了，来来来，真新鲜，小心台阶啊！常来啊！贵宾两位，给我看这个。周大哥，青秋。今夜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。好。两位客官，可是住店？我们这聚源楼啊，可是这武定城内数一数二的细致周到，包您满意。好，一间上房，好生照料我们的马儿。好。客官还有什么要求啊？要有2间卧房的上房。好嘞。来，二位里边请。这是您要的有2间卧房的上房。您二位是屋内用餐还是去大厅啊？要一桌上好的饭菜送到房间，再打1盆水，我们要洗漱一番。好嘞，小的这就去给你们安排。二位稍等啊。赵大哥，我看这伙计的眼神有些奇怪，怕是会对咱们不利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定让那些宵小之徒有来无回。也是，都忘了赵大哥燕山之刃的名号了。你这个百花门掌门也不是吃素的。燕山平日并无旁人，难以知晓神功威能，但下了山入了江湖，燕山百花才是真正的武林至高。哦，难怪师门祖训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打哭即可。
东家，赵行木和岳清秋住在咱们店了，没露出什么马脚吧？不曾。好生伺候着，别让他们生疑了。是，我现在去给他们送热水和饭菜。不必了，他们自己来了。想必这就是弟妹了吧？这，哎呀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女子这样对我行礼的。这弟妹果然是女中豪杰啊！哦，对了，还未自我介绍，我是邢木的兄长，赵文道。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理应多亲近亲近啊！不必了。青丘不习惯与人太热情。去把饭菜准备一下，送到后院去，我们在那儿聊会儿。是，东家。来，多年未见啊，看到你们都安好，我这当兄长的便也安心了。来，我们饮了这杯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行木，弟妹，何时成亲啊？很快。哦，那便好，我叫人帮你们一应置办，省得来回奔波。不必了。青丘奔波了一日，又饮了酒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哦，对，弟妹，回去歇歇吧。啊，那青丘就回房休息了。来，再喝一杯。兄弟，这些年可还好啊？非常好。你好像也不错。成年之后呢，我便主动揽下了家中的事务，苦心经营，忍辱负重啊，逐渐接近了赵家的权力中心。哦，对了，也培养出了一支自己的势力。赵家呀，已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。当年那些羞辱我们和想害我们的人，早就不在了。就连爹和爷爷，也不敢责怪于我。因为如果我不高兴啊，赵家就不叫赵家了。这么说，你的仇算是报了。兄弟，为娘报仇只是区区小事，顺手而为之。而我真正要做的，是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我要让世人都知道，你我兄弟虽是卑庶出身，但绝不甘心泯然众人。
必定要干出一番伟业呀！你的伟业，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明天我就要和青丘回燕山派了，你多保重。醒目，我们是亲兄弟，难道你不帮帮省长吗？我的伟业必定有你一份啊！我没兴趣，我现在只想安居燕山，和青丘白头偕老。醒目，难道你不想听听兄长的计划吗？时间不早了，青丘还在等我，照顾好自己。醒目。2月春寒料峭，沾染点着古调，既有一气自然风发更早。音乐百妙特巧，热闹归途飞鸟，既然性格里有难言其傲。情意张结可许在意招摇，天生孤傲步伐全在眉梢，长发飘到盈满楼红袖绕，独领着风骚。预料中下笑，咿呀咿呀哈哈，快意趁年少，不但发火燥，呀咿呀咿呀呀哈哈，人生怎么能潦草，终枯燥，呀咿呀咿呀哈哈，情过趁年少，情而不折腰，呀咿呀咿呀哈哈，许我一束风流，自然解。常年少，不忘一场年少，不忘一场年少。情意张结可许在意招摇，天生孤傲步伐全在眉梢，长发飘到盈满楼红袖绕，独领着风骚，预料中下笑，咿呀咿呀哈哈，快意趁年少，不但发火燥，呀咿呀咿呀哈哈，人生怎么能潦草，终枯燥，呀咿呀哈哈，情过趁年少，情而不折腰，呀咿呀咿呀哈哈，许我一束风流，自然且看今朝，不忘一场年少，不忘一场年少，不忘一场年少。